民风淳朴哥谭市，人才辈出阿卡姆。这是一座充满了罪恶与黑暗的城市。城市当中的阿卡姆疯人院可谓是群星璀璨，里面的病患个个都是人才。单单小丑这一个角色，就能为了提升哥谭市的犯罪率而贡献自己的一生。但在如此人杰地灵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位致力于打击罪犯的超级英雄，他就是蝙蝠侠布鲁斯·韦恩。蝙蝠侠并不能像祖国人那样眼里射出激光，也不能像迈尔斯一样释放生物电，他有的仅仅只是超能力。这一点在他少年时期就已经有所体现。$100,000. $100,000 and $1. $200,000. Fine, we have $200,000. $200,000 and $1. Mr. Wayne, bet you let someone else have some fun. Oh, sure, no problem. I'm sorry. $300,000. Very well, $300,000 and 1 cent. $500,000. Now back off, you little brat. $2 million. 从布鲁斯·韦恩成为蝙蝠侠那天开始，哥谭市的罪犯们便迎来了他们的噩梦。那么借这个机会，狂魔就来给大家讲述这款系列漫改游戏的天花板——蝙蝠侠阿卡姆疯人院。某天深夜，哥谭市下起了倾盆大雨，蝙蝠车疾驰在深夜的街道之上，小丑乖巧地坐在车里，但蝙蝠侠心中却是隐隐不安，因为这一次抓捕小丑实在太过容易，而押送小丑的目的地便是位于哥谭市旁边的小岛阿卡姆疯人院。当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小丑却并没有任何惧色，反而还在若无其事地开着玩笑。阿卡姆疯人院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像是一所治疗精神病人的机构，它实际上是一座为了关押超级罪犯的大型监狱，也可以说是最大的人才市场。这里关押过许多大名鼎鼎的罪犯，像小丑女哈利·奎因、祖传正骨推拿贝恩、还没滚出哥谭市的谜语人、心灵鸡汤稻草人以及环保卫士毒藤女，都是这儿的常客。院长兼哥谭市市长夏普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由于抓捕小丑的过程实在太过轻松，蝙蝠侠决定一路跟随，狱警也是严阵以待，不敢松懈。由于这里一半的人才都是蝙蝠侠送进来的，所以在途中杀手鳄见到蝙蝠侠以后，还亲切地问候了蝙蝠侠全家，就连戈登警长也来到了这里协助蝙蝠侠。他的女儿芭芭拉则以先知的身份在幕后为蝙蝠侠提供各种信息。可随后意外还是发生了，在与看守人员交接的时候，小丑突然挣脱了狱警的束缚，他的恋人小丑女哈利·奎因早已在监控室等候多时。他们打开了关押罪犯的牢房，彻底接管了疯人院。原来这一切都是小丑为了针对蝙蝠侠而设下的圈套。多年与这些超级罪犯战斗的经验，让蝙蝠侠丝毫不惧这些包围自己的小卡拉咪。可在解决掉眼前的麻烦以后，小丑早已逃走，整座疯人院已然成为了罪犯们的游乐场。蝙蝠侠只能在寻找小丑的同时，帮助幸存的狱警从这些穷凶极恶的歹徒手里脱困。更加糟糕的是，疯人院院长夏普落在了小丑女哈利·奎因的手里，难以想象他会面临怎样的折磨。而戈登警长心里也咯噔了一下，他被一名狱警叛徒出卖，落在了小丑的手里，就连安保系统也被小丑所掌控。蝙蝠侠在这里的一举一动都被他看在了眼里。经过了漫长的战斗和解谜，蝙蝠侠终于离开了治疗中心，来到了阿卡姆岛的地面之上。他现在要做的便是先救出戈登警长。此时的罪犯们开始了占领整座岛屿，就连蝙蝠车都被他们刮花了。好在蝙蝠侠有超能力，就算不报保险他也不会心疼。通过分析戈登警长留下的烟斗，蝙蝠侠一路闻着味儿来到了岛上的疗养院，并在这里解救了数名医护人员和3位主治医师。似乎小丑正在想方设法的抓捕全岛的医护人员。蝙蝠侠本打算让他们离开这里，但主治医师之一的杨医生却执意要回到公馆寻找自己的研究笔记。无奈之下，蝙蝠侠只能安排狱警护送他。之后在寻找戈登警长的路上，心灵鸡汤稻草人拦住了他的去路。稻草人的恐惧毒素能够引发人们心底深处的恐惧心理，就连蝙蝠侠也不慎吸入了恐惧气体，看见了幻境里死去的戈登警长，甚至还看见了多年以前因为歹徒抢劫而被杀害的父母。好在蝙蝠侠靠着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在幻境中打败了稻草人，并战胜了自己的心魔。再次一路前进，蝙蝠侠发现了正被小丑女看守的戈登警长，凭借自己的前行技巧，他悄无声息地打晕了小丑女，救下了戈登。但小丑却现身在了屏幕之上，还为蝙蝠侠准备了一个惊喜，正是超级罪犯贝恩。然而这位曾经的正骨大师贝恩现在已经骨瘦如柴，原来是之前那个杨医生将他体内能够强化自己的毒液全部抽取了出来，并用于某种医学实验。随着小丑按下远程控制按钮，毒液再次回到了贝恩的体内，促使他的肌肉迅速开始膨胀，束缚贝恩的枷锁也因此断裂。他获得自由的第一件事便是要给蝙蝠侠正骨。面对这种只会用蛮力的怪物，蝙蝠侠只是随意的用蝙蝠镖让贝恩无法辨别方向。趁他撞到墙上的机会，蝙蝠侠轻松的就拔掉了其背上提供毒液的管子。双方一路从地下打到地上，贝恩找到机会抓住了蝙蝠侠，就在想要撕碎他的时候，蝙蝠车从远处疾驶而来，直接将贝恩撞进了大海之中。毕竟韦恩科技随手可弃，只要能够抓获罪犯，蝙蝠侠一点儿也不心疼。随后他护送戈登乘船离开了阿卡姆岛，可能是早就预料到阿卡姆疯人院会有这一天。未雨绸缪的蝙蝠侠很早就凭借自己的超能力，在阿卡姆岛的地下修建了蝙蝠洞。通过先知调查到的杨医生资料，蝙蝠侠得知了小丑真正的目的。原来杨医生抽取贝恩体内的毒液，是为了研制出一种名为泰坦的药剂，
这种药剂只需要很小的剂量，就可以在宿主身上引发类似于贝恩那种可怕的变异，并且不再需要持续提供药剂的储存罐。而资助杨医生这项研究的幕后黑手正是小丑，可能是出于良心的谴责，杨医生在完成泰坦的研究之后，便终止了与小丑的合作，甚至退还了资金，删除了电脑上研制泰坦的配方。小丑没料到，小丑竟是他自己。为了拿回泰坦的配方，小丑任由蝙蝠侠将自己抓获。如果一旦让小丑得到泰坦的配方，那么他就会利用泰坦药剂打造一支所向披靡的泰坦大军。到那个时候，哥谭市再来个蜘蛛侠都不管用了。而之前杨医生不顾生命危险想要找回的笔记，很可能就记录了泰坦的配方。想到这里，蝙蝠侠立马动身，通过杨医生的指纹，在图书馆中销毁了藏在这里的笔记，并成功找到了被挟持的杨医生。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小丑已经制造了大批的泰坦药剂，并存放在岛上某处的秘密实验室。杨医生本想在保险柜里拿到实验室的钥匙，可小丑早就在这里安装了炸弹，最终导致杨医生被炸死。被爆炸波及的蝙蝠侠也再次看见小丑女带着院长离开。幸运的是，蝙蝠侠通过分析院长留下的 DNA， 一路追到了特殊治疗中心，并在这里遇见了环保卫士毒藤女。由于她是人类与植物的混合体，所以毒藤女病态般的想要将人类从这个世界上抹除，从而让植物有利于在地球上生长。中途路过的小丑女不忍自己的好闺蜜遭罪，于是将毒藤女释放了出来。随后蝙蝠侠顺利的解救并安置好了院长，接下来便是抓捕难缠的小丑女哈利奎因。尽管小丑女派出了大量的手下以及设置各种机关陷阱，却还是无法奈何蝙蝠侠。小丑见到这一幕，果断抛弃了自己的恋人，意识到自己失恋的哈利奎因当即冲了出来，对着蝙蝠侠就施展了一套花里胡哨的歹徒兴奋拳。但蝙蝠侠可不会怜香惜玉，在将小丑女摔在地上以后，他从其胸口处拿走了一份名单，并强行隔着套子夺取了小丑女的掌纹。或许是因为恋人的抛弃，小丑女假装不经意间说出了小丑此时正在植物园的秘密实验室内，就差给他画张地图了。为了阻止小丑，蝙蝠侠立马动身来到了位于植物园的泰坦制造工厂，可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小丑随手将泰坦药剂注射进了2个手下的体内，让他们变成了低配版贝恩。当蝙蝠侠好不容易解决掉麻烦以后，小丑已经带走了足够多的药剂。由于泰坦药剂是贝恩体内的毒液与有毒的植物杂交出来的，如今唯一有办法阻止小丑打造泰坦大军计划的人，便是环保卫士毒藤女。中途蝙蝠侠为了更好的穿越地形，再次运用自己的超能力召唤了蝙蝠战机，为自己送来缆绳发射器，简直就是用最多的钱干最小的事儿。有钱人的气息展露无遗，你以为他仅此而已？当蝙蝠侠找到毒藤女后，直接开门见山要挟毒藤女为他生产泰坦的解药，如果不合作，那么他就花钱请个几十万人除草，让这个岛上再也看不到一点绿色。闻听此言，毒藤女立马妥协，并说道在阿塔姆岛的下水道中有一种可以制作解药的孢子，但那里同时也是杀手鳄的巢穴。就在前往下水道途中，毒藤女因为被小丑注射了泰坦药剂，导致无数的藤蔓开始了疯狂的增长，甚至将有毒的孢子遍布了整座岛屿。不仅仅只有这些阻碍，稻草人一路上都在伺机利用恐惧毒气，将蝙蝠侠拉入内心深处的恐惧中。他看见了被歹徒杀害的父母，还看见自己被小丑抓进了阿卡姆疯人院，甚至一枪结果了自己，最终自己从坟墓里爬了出来。可蝙蝠侠的内心却是无比的强大，只是迷失了片刻，就从幻境之中恢复了过来，还顺手抓住了稻草人。稻草人已经快崩溃了，因为蝙蝠侠被他注射了足以让10个人疯掉的毒素，他都搞不清楚到底谁才是怪物了。随后蝙蝠侠一路追逐稻草人来到了下水道中，眼见被逼到绝路，稻草人决定鱼死网破，准备将恐惧毒素全部投进下水道中，但他忘了杀手鳄还在水里。对于杀手鳄来说，稻草人的行为比抽水还要过分，于是将之拖进了水中。由于这里是杀手鳄的地盘，蝙蝠侠只能一边在这里收集制作解药的孢子，一边警惕杀手鳄突如其来的攻击。在小心翼翼地收集了足够的孢子后，蝙蝠侠炸掉了地面，让杀手鳄跌进了深渊之中。随即他立马回到蝙蝠洞，制作出了泰坦解药。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先阻止岛上的植物继续蔓延。可就在蝙蝠侠将解药注射进植物的时候，毒藤女却不愿再次屈服于资本家的威胁，因为他意识到泰坦药剂不仅没有给他带来痛苦，反而将植物进化出了新的高度。随即毒藤女和巨大的植物融为一体，并立马开始攻击蝙蝠侠。凭借自身过硬的身体素质以及用不完的飞镖，蝙蝠侠趁毒藤女倒地的机会，利用凝胶炸弹成功的打败了毒藤女，便是前去与小丑展开最后的对决。蝙蝠侠作为小丑的宿敌，小丑自然也不会怠慢，甚至安排了大量的手下夹道欢迎。然而如此多数量的手下也无法奈何蝙蝠侠分毫，可小丑却还留着一手，他再次抓来了戈登警长。戈登心里又咯噔了一下。Here we go! We're gonna have some fun now, kiddies! You're trying to resist the change. That's not fair. Come on, get in. So, you want to play hardball, bats, do you? Your call. Tickle, tickle. No! Oh, you're ruining my big night! Months planning down the crapper. I just wanted to bring down your grim facade and for once let you see the world as I see it. Giggling in a corner and bleeding. But you've denied me
given that, I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 So, 由于注射了泰坦药剂，小丑变成了一只巨型怪物，并将蜘蛛侠带到了天台之上。他想要从内心深处瓦解宿敌所坚持的正义，不断引诱蝙蝠侠接受泰坦的变异。但身为蝙蝠侠，他会永远坚守自己心中的正义。于是，蝙蝠侠毫不犹豫地将解药注射进了自己的体内。他要凭自己的实力打败眼前这个小丑。在与小丑惨烈的战斗过后，蝙蝠侠将凝胶炸弹喷在了拳套之上，伴随着爆裂的一拳打在小丑脸上。蝙蝠侠终于结束了阿卡姆疯人院的骚乱，各路超级罪犯也都被重新送回了监牢。注射了泰坦药剂的罪犯们，在解药的帮助下恢复了正常。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但此时的哥谭市却又不安分了起来。警方收到了超级罪犯双面人抢劫银行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休息的蝙蝠侠立马乘上了自己的蝙蝠战机，向着哥谭市的方向疾驰而去。而蝙蝠侠阿卡姆系列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是秋片狂魔，咱们下期再见。